飞翔的炮弹，美国海军获得新武器。这年头，无论什么武器都能在天上飞了。之前我们聊过会飞的 AK 火箭筒，现在又来一个带滑翔翼的炮弹。最近，美国通用原子电磁系统公司与美国海军签了一份远程机动炮弹的合同。划重点 ，LRMP 是带滑翔翼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150公里。更炸裂的是，通用原子的 LRMP 虽然已经与美国海军签合同，但是其本意是为美国陆军研制的，与 XM1155 冲压增程弹属于竞争对手。结果陆军还没发话，海军就先动手了。问题来了，美国海军为什么会看中 LRMP？LRMP 与 XM1155 相比，哪个更好用？12月3日，美国通用原子电磁系统公司通过先进技术国际公司与美国海军签订了一份远程精确弹药的合同。不过，这个合同并不是采购合同，而是通用原子电磁系统公司获得了海军水面创新技术的奖项，需要在未来5年内完善 LRMP。说白了，美国海军这是看好 LRMP 的前景，选择了投资。如果 LRMP 的性能、可靠性、精度与其他指标可以达到自己的要求，那就进行采购。那么 LRMP 当前的性能如何？ LRMP 最大的优势就是带了一对滑翔翼，射程大，幅度增加。对于火炮而言，想要增加射程，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加长炮管或者扩大口径。但这些问题，火力军之前也聊过，二者都会或多或少出现一定的问题，比如膛压、炮管寿命，在材料加工工艺受限的情况下，炮管对射程的增幅已经达到了上限。所以现在各国的重点都是对炮弹进行改进，想要飞得更远，就需要额外的升力以及更小的阻力，比如在底排弹在炮弹尾部增加一个排气装置，降低炮弹飞行中的阻力。火箭增程弹则是给炮弹加装一个发动机，还有冲压增程弹、滑翔增程弹， LRMP 就属于后者，为炮弹增加一个升力。通过独特的弹丸形状与滑翔翼，使其不需要火箭辅助就可以增加射程。从本质上来说， LRMP 属于次口径弹药，通过加装不同直径的弹托，可以从不同口径的火炮上发射。美军不需要更换现有装备，就可以扩大作战范围。使用155毫米火炮发射时， LRMP 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150公里，而一般的155毫米火炮射程在40公里到60公里，是现有火炮系统的4倍。在127毫米舰炮上发射时，最大射程可以达到100公里。伯克级上的 MK45 发射普通炮弹时，射程仅为37公里。射程增加的同时， LRMP 的精度也挺好。炮弹升空后，弹托脱离，内置的折叠机翼就会展开，使其像无人机一样滑翔。就火力军而言，我们的确可以将 LRMP 看作一种另类的无人机，其配备了自主导航系统，末端则是光学制导或者激光制导，即使在没有 GPS 支援的情况下，也能精准攻击远距离目标。滑翔翼可以让 LRMP 进行轨道调整，打击移动目标的成功率更高。此外， LRMP 的弹头属于模块化，可以执行多种任务，具备打击陆上、海上，甚至打击空中目标的能力。有媒体报道，精准打击到情报搜集均可胜任。不过说实在的，打击没问题，情报搜集就算了吧。LRMP 的弹头不可能换成侦察专用的摄像机，准确来说，最合理的情况应该是 LRMP 在精准打击的同时，将情报传回火炮小组。这种地面战场的专业侦察任务，不如交给无人机。目前 LRMP 已经在犹他州杜格威试验场完成多项关键测试，未来5年内将持续优化，以适应不同的作战平台。有意思的是，最开始的时候 LRMP 是为美国陆军准备的，那为什么陆军并没有采用，反而是海军看中了 LRMP？ 如果让火力军回答这个问题，原因就是 M1299 被取消以及美国陆军的改革。为了适应多域作战需求，美国陆军提出了远程精确火力计划，其中就包括增程火炮，也就是 M1299 58倍镜155毫米的火炮。M1299 发射 M982 神箭炮弹，最大射程可以飙升到130公里以上，远超之前的70公里。2023年的时候，美国陆军就已经得到20门 M1299 用于测试， LRMP 与 XM1155 就是为其准备的。不过大家也都知道，在2024年3月，美国陆军就宣布，由于在测试中 M1299 出现了超出预期的炮管磨损问题，导致火炮可靠性下降，无法满足陆军的需求。于是 M1299 的研制与后续接装工作被取消，这款历时4年研发的增程火炮项目正式下马。
美国陆军计划在2025年的国防预算中申请5500万美元的专项拨款，用于测试国外同类型产品，比如德国 PZH-2000、韩国 K9 等，利用美国或者外国现有技术来满足美国陆军增加射程与加强炮兵的需求。只是即使如此，也很难改变美国陆军的现状。其他国家的火炮，各位也都清楚，这些成熟的产品无法满足美国陆军对射程的要求。其次就是国外主流自行火炮的生产也已经接近饱和，即使美国陆军引进同类型的装备，批量装备也需要时间。不过 M1299 火炮被砍，炮弹并没有，无论是 LRMP 还是 XM1155， 研制工作都在进行中。只是使用这种炮弹的火炮没了，美国陆军的采购欲望自然很低。LRMP 没有得到陆军合同也很正常。此外， LRMP 被陆军忽略的原因，除了增程火炮项目下马，还包括陆军的内部改革。就性能而言，155毫米炮弹加射程150公里已经很不错了。LRMP 的出发点就是为旅级炮兵提供远程制导打击能力，想法的确不错。以往的时候，这个能力只师级或者独立的火力旅才能拥有，但拥有 LRMP 之后，旅级的炮兵也可以执行远程打击任务。问题是，这只是想法不错，实际操作起来还是有一定问题的。最直接的就是情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美国的旅级战斗队在作战时是如何确定目标信息的？地面战场的环境比较复杂，有山丘、树木、建筑，从前线阵地几公里或者10几公里就已经无法清晰辨识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要打击敌方的纵深目标，火炮的射程足够远，只是基础中的基础。现在战场火炮洗地模式已经行不通了，需要知道目标是什么，在哪里。作为陆军，这就需要出动侦察部队。美军史崔克旅级作战队的侦察骑兵中队搭配 RQ-7 无人机，担任掩护部队或者战场监视任务时，可以控制80公里左右的纵深地域。现在 R7 退役，美军以新无人机替代，但侦察范围估计也就100公里左右。再远的话，就是11级的部队。能力越强的侦察力量，所隶属的指挥层级就会越高。目前，美国陆军的改革还没有完成，当前的编制，旅级作战队还是主体，可以自己解决目标信息和指挥问题。那么旅级的侦察能力就是火炮能力的上限，给一个侦察范围在100公里的部队配备射程150公里的炮弹也毫无意义。所以美军的旅级战斗队装备 LRMP 无法发挥该炮弹的最大用处。按照美军最初的想法， M1299 这种远程精准火炮是要装备到突防师炮兵旅编制中，而且各位应该也注意到了，美军旅级战斗队的编制里是没有火箭炮的，都是师级甚至是军级。海马斯 M270 在发射精确打击导弹这种射程超过500公里的武器时，编制就是在军1级，它需要更高层级的情报指挥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其战力。当然 LRMP 也可以向下兼容，100公里的射程也不是不行，毕竟比当前美军的 M777、MLO9A7 发射普通炮弹的射程更远。而且美国陆军也改革了重回大国作战，旅级战斗队的炮兵部队重新回到10级，侦察问题就不需要担心了。那美国陆军为什么还是不看好 LRMP？ 冷战之后，美国一家独大，目光所及之处已经没有可以威胁到自己的国家，加上反恐战争以及预算缩减的问题，美军的建设重点从大规模正规战转向全球部署以及快速机动的治安战，也就是师改旅。代表产品就是旅级战斗队，或者说在这个阶段，各国的军队都转向小而精，俄罗斯的营级战斗群就是效仿美国。当然，即使进行改革，美军的师也存在，比如第1骑兵师、第1步兵师、第4步兵师依旧存在，只是把旅作为独立的作战单位使用，师主要作为行政单位以及提供上级火力支援的协调单位。但是2018年之后，美军战略重回大国竞争，开始重整军备，在陆军这边编制开始往冷战时期靠，恢复11级的作战能力，计划在2028年将旅级战斗队重新编进5种师，分别是标准轻型师、标准重型师、突防师、空降联合强进入师以及空突联合强进入师。最直接的变化就是重建冷战后，美军已经取消了的吃防空部队和炮兵部队。不过准确来说，这个炮兵部队并不是重建，而是从旅里抽上来，各旅级战斗队的炮兵营都会被回收。再往上，军1级还有海马斯 M270 组成的炮兵旅，这个时候海马斯和 M270 射的就不是 M31 了，而是精确打击导弹。总的来说，美国陆军这次改革就是放弃将旅级战斗队作为独立的作战力量。虽然当前还保留了旅级战斗队，但是不再作为核心部队，而是以师为核心。对于 LRMP 而言，旅级战斗队的炮兵部队被师收回之后，不用担心情报问题，可以发挥最大的能力。
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定位重复。在师级部队里 ，LRMP 的定位极其尴尬，与 GLSDB 重叠，射程与价格还拼不过 GLSDB， 并且还有 XM1155 这个大敌。美国陆军依旧不看好 LRMP， 也情有可原。那么 LRMP 与 XM1155 哪个更好用？美国陆军会采用 LRMP 吗？美陆军研究远程精确火力的确挺有用的，凭借射程的优势，地面部队可以在敌方反击火力范围之外发起攻击，实际作战时可以扰乱敌方后勤、指挥和管制节点，也可以为长距离机动部署的友军提供火力支援。所以即使 M1299 被取消了，但是弹药却没有。在陆军内部， LRMP 与正在竞标的 XM1155 算是最直接的竞争对手，二者虽然都属于增程炮弹，但性质不一样。LRMP 不需要在弹体中加入额外的推进材料，只依靠滑翔翼为炮弹提供的升力来增加射程。XM1155 属于冲压增程弹，与火箭增程弹类似，只是冲压增程弹是在弹体内部配置一台吸气式冲压发动机。当炮弹在空中飞行时，弹体内的发动机就会开始工作，外部的空气将从弹头前部的进气口吸到发动机的燃烧室，与燃料混合后从炮弹底部的尾喷口喷出，从而产生一定的推力。这也就意味着冲压增程弹的发动机会占据一定的弹体空间，导致战斗部的重量减少。一般的155毫米炮弹战斗部的重量在50公斤，装药量大约为10公斤，而美国和挪威联合研发的冲压增程弹装药只有6到7公斤。 LRMP 虽然不需要缩小战斗部，但该弹属于次口径弹药，为了增加射程和稳定性，装药量也会有一定的减少。当然这点小问题也无所谓，打得准就行了。M982 神剑炮弹的战斗部装药量也只有 5.4 公斤而已，至于精度，二者都不会很差，毕竟同样都加装了制导系统，可以打击移动目标，射程也大差不差。XM1155 从39倍镜155毫米的火炮发射时，最大射程可以达到70公里，使用52倍镜155毫米火炮发射 XM1155， 射程在100公里至150公里。当配备58倍镜155毫米榴弹炮时， XM1155 的射程可以达到150公里。LRMP 也差不多，最大射程可以达到150公里，二者最大的区别就是速度。LRMP 的速度暂时未知，但毕竟是滑翔炮弹，自身没有动力，飞行速度不会很快，抵达目标需要的飞行时间较长。而 XM1155 这种冲压炮弹，最大飞行速度可以达到3马赫，在打击10米目标时， LRMP 不如 XM1155。不过 LRMP 也有 XM1155 不具备的优势，次口径弹药适用范围大， LRMP 可以由舰炮发射。伯克级上的 MK45 发射 LRMP 时，最大射程可以达到100公里，而 XM1155 是固定的155毫米口径，只能由陆军火炮使用，所以美国陆军也有可能选择 LRMP。 海陆通用也就意味着采购量多，价格低。至于定位重叠的问题，只能说火箭炮与火炮还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对于美国陆军而言， LRMP 的性能与 XM1155 并没有差多少。如果没有海军的加入，火力军认为 XM1155 的赢面更大，但海军加入后，出于成本的考虑，即使 LRMP 与 GLSDB 定位重叠，美国陆军也会考虑一下，毕竟预算是真的不多，而冲压增程弹又很贵。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美国陆军会选择 LRMP 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